小姑娘，灵是需要永远谨记。即使有一天你拥有了能够主宰这片大陆的灵力，也绝不可以拿它来做伤天害理之事。小女愿追随仙长。我总被嘲笑没有父亲，特别想提升灵力，保护我的美人娘亲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用修为做好事的，请您答应我吧。能被你找到龙凤灵界，也算是一番机缘。既然如此，凤舞，以后你就做我的徒儿吧。只是，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晓。至此，本就拥有凤凰真血的凤舞，因秘密师从木九州，修为突飞猛进，成为元都名噪一时的天之娇女，却也因其卓越的修行天赋，令旁人埋下了妒忌的种子。真血，左青云，你居然趁我即将晋升之际，投下如此杀手！天之娇女本不该有2个，既然已经有了我，何须有？你真以为拿了我的凤凰真血，便能灵力大增？别妄想！我自小苦练修为，一日不敢松懈。要不是因为你有凤凰真血，怎么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的头上？只要你对今日之事守口如瓶，答应我此生不再回到元都，便可留你一命。你做梦！既然如此，留下你必成后患。从今以后，我的名字叫做青鸾，青鸾火凤，百鸟之王。我左青鸾才是乾元大陆上唯一的真命凤凰。这是要死了吗？凤舞，凤舞，凤舞，啊，你是谁啊？你醒了，凤舞。凤舞是谁？这是哪里？这是哪儿啊？看来天意如此。啊，你干嘛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别乱动，你现在伤势过重，修为尽失。
为师的凤凰针血只能保你一时平安，若想要重新修炼，必须服下以仙灵果入药炼制的9转回灵丹才可以。你在说什么？凤凰针血、仙灵果？我是你的师父穆九州，我知道你并不属于这里，但记住，从现在起，你便是凤舞了。若要弄清楚你究竟是谁，又为何来此的话，就要好好的活下去。记住，无论世间如何作乱，心存善念，莫与恶争。先知修者，众生为迷。喂，你不是我师父吗？你把话说清楚啊！我怎么就成了凤舞了？我怎么哭了？待众人找回凤舞时，这位昔日的天才少女不仅修为尽失，甚至性情大变，记忆全无，无法说出变故因何而至，最终落得个被家族流放边境老宅的下场。而凤舞与穆九州之间的神秘联系也再次显现，结界出现裂痕，代表穆九州的星光彻底消失，一个意识灵魂的第二人生也由此开启。客官，请慢用啊！太好了！哎，那这么说，君殿下这几日便会来边境了，那我们岂不是能一睹君殿下的风采了呀？他可是咱们乾元大陆上100年难得一见的修行奇才。哟，连面都没见着，你就这么高兴？要是你跟他定了亲，那你岂不是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？我可没那个福分。早些年君殿下不是定过亲吗？和当时很有名的凤家女，好像叫什么凤舞。但自从3年前被君殿下弃婚后，那姑娘这几年便销声匿迹了。小姐，你不会连这个都不记得了吧？我还以为你是伤心，所以才故意不提起呢。当年你受伤之后，就被告知退婚了呀。这样就退婚了？这么说，这君临渊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这些人怎么这么多嘴？跟他们是不是？小姐，你当年可是元都双皇之一，这订婚对象又是军武一族的君殿下，人人口中的金童玉女，他们不应了才怪呢。那凤舞与君殿下当初可是一对璧人，婚约就这么被解除了，真是可惜。唉，元都双皇，那另一个谁？这另一个呀，幸好婚约解除了，要不然真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少说2句。上别的桌要去，去。说的是啊。走吧，走，去。2位好人，给点吃食。小二，怎么搞的？什么叫花子也敢放进来？不好意思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谢谢。走吧。走。这碧落宫的弟子不但相貌出众，心肠也确实好。不知道这回能不能见上碧落宫的左神女？听闻她与君殿下颇为相配。小姐，你方才问我的元都双皇，这另一位便是碧落宫的神女左青鸾。左青鸾？而且这左青鸾啊，现在可是灵妃的热门人选。那不是很好？这样就跟我没关系。哎，过来，你出去啊！刚不是给过你了吗？走。
哎，刚才还好好的，你可不能这么赖着我们店。起来，起来呀！起来！哎，没事吧？各位邻舍邻村，求求你们快看看他吧，我们小店可背不起这样的人命官司啊！救人本是义不容辞，不过我们这一趟是要赶去冰封森林的，先过来等人而已。仙草灵丹有限，也不能误了时辰。那这个你拿着，赶紧找个大夫过来看看吧，别耽误功夫了。我来看看。秋玲，去拿双筷子。好。小姐，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救人啊！银针去疾这种手法，只有木九州仙长才会。你以为你一个乡野丫头，道听途说，随便看了些典籍就能擅自使用吗？那保不齐是在害人呢！你再这么耽搁下去，病情只会越来越重。我看你根本就是故弄玄虚，我等修行之人不容你在这里妖言惑众。住手！师姐，左青鸾来了，这就是左神女。你没事了吧？没事儿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愧是碧落宫，药到病除呢。可不是嘛，还得是神女出手才能镇住场面呀。慕瑶，师父向来教导我们以慈济民，为众生行。既是众生，怎么能分个3、6、9等呢？师姐教训的是。有打听到朝歌的消息了吗？据说，他最近在荆州出现过。师姐，此次我们是奉师父之命来协助君殿下，您可不能分心呢。他谁啊？她就是碧落宫的神女左青鸾啊！你不会连这也不记得了吧？大家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走走。
枪不入的。玄冥赵可坚持不住了。 这出场也未免太自带光环了吧？碍事！这打开方式不对吧？君殿下，你总算来了。君老大，还有我们呢！我来攻他正面。 攻取玄翼，继续攻他侧翼。你们从后面包抄。我去救人，你们殿后。小姐，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小丫头，看你朋友那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，怕是这回死定了。节哀顺变吧。你不要瞎说，他主意可多着呢，定能平安回来。你要是再瞎说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你别哭啊！我最怕小姑娘哭了。刚才我是瞎说的，君老大已经过去了，想必那姑娘一定会安然无恙的。再说了，火云巨鹰是灵兽，从未听说它会恶意伤人，此次应该是受了什么东西的刺激，说不定，一会儿又好了呢。我们和人非亲非故的，你瞎承诺什么呢？凤寻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追呗。师姐，那我们也去帮帮君殿下吧。适才那些百姓说，荆州城最近有百毒兽出没，我想去看看，能不能尽些心力。可你和君殿下就一个人和救一群人相比，自然是救一群人更为迫切。师姐，去荆州还不是为了找赵哥？我知道了，师姐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助君殿下一臂之力的。
不愧是碧落宫的大师姐，果然是心怀天下。不过这么规规矩矩的，跟我们君老大一点也不合适。你别瞎说，整个乾元大陆，除了我师姐，还有谁可以和君殿下匹配？哪儿？好了，我们去冰封森林吧。哼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算了，在你手上是死，跳下去也是死，不如自己决定自己的命。云大哥，云大爷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给我买几头牛羊，给你做下酒菜怎么样？你看我这么瘦，全身上下没有2两肉，你吃我还可以啊？你为什么要吃我？你来救我吧！这悬崖居然这么高！水里居然是个废柴。夫人，夫人，怎么了，秋玲？夫人，
小姐，她被妖兽抓走了。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来着？不行，再摔也亲不下去啊！这要是让我负责怎么办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不行，看来得使用必杀技了，对不住了啊！干什么？我能对你干什么？你看着我干嘛？倒是生了双不算难看的眼睛，不过配这张脸，可惜了。要不是因为你跟着我救了我，我才不会把你从水里捞出来呢。我听他们叫你什么？君殿下，想必就是军武一族的圣子了吧？堂堂圣子，怎么连好坏都不分呢？你也知道我是为了救你才会在这儿的。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你也别放在心上，毕竟救你这样的弱者是我的义务。既然如此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咱们就此别过。站住！你去哪儿？要你管？现在我们地处冰封森林深处，像你这样的平凡人，一个人是走不出去的。原来这儿就是冰封森林。这军武一族圣子选在此时巡视边境，又去了云来楼，肯定也是为了仙灵果而来。不如我先跟着他，说不定就能找到仙灵果了。啊切！哼！这应该能给那丫头补点经验，就当是水中救人的回报。就是那里，我就是从那里掉下来的。哦，你就是从那儿掉下来的。嗯，那军老大呢？风玄，哎，玄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要不是碰到木瑶，又凑巧看见你留下的记号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会合。哎呀，你又不是不清楚，我分不清方向。没事没事。哦，这是我刚救下的小丫头。哎，小丫头，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。我叫风小舞。你也姓风啊？这么有缘。来，这是玄逸，这是木瑶，你们认识一下，好好相处啊。我们可不是来玩的，不相干的人，趁早让他离开。玄逸就是这样，书读多了，不懂人情世故。小五，你别在意啊。这次任务这么重要，我们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万一是细作呢？哎呀，小五一个自身难保的丫头，难道还能抢走我们的仙灵果不成？大嘴巴，一点秘密都守不住。你们吵什么呢？哎，军老大，你可算来了。你说啊，要是真留小五一个人在这儿，肯定没命出去了。你不会寒了？哦，我刚给他吃了蜂王浆。
军老大，你不会真的留小丫头一个人在这儿吧？我反对她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可不是来玩的。是啊，君殿下，我奉师姐之命随您而来，也不希望参了什么闲杂人等。我才不是什么闲杂人等呢，我就是想走出这片林子。你们不都是灵士吗？修行之人不是应该扶弱济贫、救人为先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。既然你这么积极，那出了事你负责。那就是不反对了。走。小丫头，你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没事的，我还能坚持。这冰封森林呐，越是往里走，妖兽越是厉害，只怕是修为不够的人，到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。小五啊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你实在不行了，我背你。不用，我真的可以的，你不要担心风雪。才一会儿功夫就收服风寻了，臭丫头，挺有手段的。假装被火云军营抓走，引得君临渊英雄救美，这样你就有理由可以跟在他身边。你可真行啊！说吧，跟着我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还不是这里太危险了，所以你们走到哪儿，我才跟到哪儿的。君殿下，您知道吗？师姐自从进了碧落宫，第一年就晋升高阶灵师，今年更是直升灵尊。我们公主说了，当今年轻一辈里，大师姐可是排名前3的灵师。牧瑶，你说的可是左青云？我师姐不喜欢人家提她这个往日的旧名字，她现在的名字是左青鸾，青鸾火凤，百鸟之王。切，小五，你喜欢吃鱼吗？我们抓了好多鱼。我最喜欢吃鱼了，我帮你烤啊。好。等等，你说左青鸾是第3，那第1和第2就是君临渊和玄小二，凭什么呀？第二当然是暗夜幽亭的少主玉明夜啊。哦，那就没关系了。怎么没关系啊？如今4大修行门派，君武一族本就最受尊崇，更何况君老大也是未及成年就晋升灵尊的佼佼者。至于暗夜幽亭那小子，靠着各种暗招晋升灵尊，他的那种手段我们可学不来。这数量未免也太多了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来一个宰一个，来一对宰一双。小五呢？看我结果了他们！
决议。雪小儿，曲老大呢？没看到。去那边看看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也太尴尬了。啊！意外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我也不会负责的。喂，要不还是说会儿话吧，不然此情此景还真是有点吓人。你想说就说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拿到仙灵果？以你的修为，需要靠它提升灵力吗？既然不是为自己拿的，那是谁啊？让你不惜冒险也要得到它，能命令圣子的。你话会不会太多了？啊，听闻圣君热衷于修行，已经到了痴迷，到了很严重的地步。我听风寻说，之前你一直待在蓬莱阁，3年前才回了元都。那这3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有何不好的？我的事还需要你来担心。要是好的话，也不会被逼着做你不愿意做的事了。你要是拿不到仙灵果，不太好交代吧？这仙灵果果然对他也十分重要。无论怎么样，他也算救了我几次，这样恩将仇报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没事，我只是没想到，居然会被你这样一个小丫头同情。嗨，无论人看上去外表多坚强，内心总有柔软脆弱的一面啊。你对仙灵果这么上心，又是为什么？你这样一个凡人，就算吃了，也不见得能增长灵力。谁说不能？我就是好奇，随便问问。再说了，谁说凡人就不能对仙灵果有兴趣啊？君殿下，小五，风小五，你在哪儿？君殿下，君殿下，风小五，你在不在啊？君殿下，小五，小五，雾太大了，要不先找个地方休息一晚，等雾散了之后，明天再找也不迟。那怎么行？小五一个女孩子，又没有修为，在这荒郊野岭的一晚上，肯定会出事儿的。小五，小五，那个臭丫头，肯定是意图勾引君殿下。要真给她得逞了，我回头该怎么跟师姐交代啊？魅我太小看你的歌声了，要命啊！千万别盯着他们的眼睛看，他们会迷惑你。我去哪儿了？
小心！军令员！火云巨鹰怎么突然出现了？为什么会飞进我的灵界里？军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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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殿下，小五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来了。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军老大怎么了？没什么大事，只是被魅魔迷惑，暂时晕过去了而已。少主，竟然连几个邪灵都对付不了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暗夜幽庭的名声还保得住吗？我这把年纪是不行了，还是少主年轻有为啊！区区几个邪灵而已，要是对付君临渊也这么容易就好了。这家伙这次居然敢这么对我，此仇不报，我玉明也誓不为人。少主，你去见了君临渊了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无碍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赶紧走，务必要在君临渊之前抢到仙灵果。是。谁来了？哎，我来就好。我可以的，我来。好了好了，我来吧。明天还有一场苦战呢，你们俩早点休息。切。
傅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别白费力气啦！谁？谁？这儿呢。3年前，你的师傅为了救你，用自己仅剩的半滴凤凰真血保住了你的性命，从此陷入沉睡，是叫不醒的。这里怎么会有一只小鹦鹉啊？我才不是什么小鹦鹉呢，我是彩凤鸟。彩凤鸟？啊，你就是刚刚那个火云巨鹰？错，那是火云巨鹰，是我。怎么突然变成一只小鸟啦？哎！我是君上的灵兽，君上把我变成火云巨鹰，他要我在仙灵果成熟前好好守护着仙灵果，还有等待你的到来。等待我的到来？你该不会忘了你拿仙灵果要干什么吧？师傅跟我说了，拿到仙灵果炼成9转回灵丹，这样才可能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能修炼只是第一步，最终目的是要将你的师傅唤醒。自从君上飞升渡劫，世人都以为他魂飞魄散了，其实他只是沉睡在这灵界之中。你见过他这件事儿，没告诉过别人吧？我能跟谁说？那你就听好了，如今结界出现裂痕，四方妖兽蠢蠢欲动，肯定有不谋者要趁机破坏大陆秩序。君上是乾元大陆灵力最高的灵士，知晓一切，我们必须想办法将他唤醒，以解除随时可能到来的危机，你也才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眼下最要紧的事就是赶紧把仙灵果拿到手。你放心，这是君上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会帮助你的。现在龙凤灵界内，你看到的只是我的幻象，你得亲自去拿到仙灵果，君上为我设置的幻象才能解除。到时候我自会指引你下一步该做什么，懂了吧？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这是什么？胜利的祝福，看了会笑。你缝的？丑。这哪里丑了？不懂欣赏。希望这东西不要给我带来什么厄运。好心当做驴肝肺，真是。
你们确定是这个地方吗？是啊，这个洞看起来怪瘆人的。这是火云巨鹰的羽毛，仙灵果应该就在里面。进去的时候小心点，不要惊动它。好，知道了。仙灵果，我一定要拿到。君老大，这就是仙灵果吧？刚才在云来楼，他明显没有使出全力，如今在这洞穴中无法棋逢御剑，小心为妙。风雪，玄一，你们不特意包抄，我从正面上。我就不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伺机得到仙灵果。木瑶，保护风小舞。为什么是我呀？闪开！少主，不用急，等他们两败俱伤，我们再出手抢。这种情形，怎么才能和小鹦鹉打配合呢？小五，你怎么出来了？风小舞，风小舞，说了你不要出来，你这不是存心要让君殿下分心吗？我没有。君灵院居然主动出手，救一个毫不相干的女人。少主，我看这事实属反常啊！这下有意思了。凡是君临渊的东西，我都要；凡是君临渊喜欢的人，我都要抢。少主，咱现在最重要的是仙灵果，您可别分神啊！我记着，但这姑娘我也要定。不过我怎么觉得她看起来有点眼熟？
小五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找个地方躲着去？情势紧张，你去引该火云巨鹰，让君临渊喘口气，我去帮你们拿仙灵果。好吧。这小姑娘还挺有能耐的，有点意思。少主，再不动手，仙灵果就要被抢走了。不用着急，等火云巨鹰先被解决了，我们再出手。啊！你们，你们没事吧？薛小二，你看他。火云巨鹰呢？怎么不见了？难道是邪神俱灭了？仙灵果呢？在那里。总算是完成任务了。太好了，恭喜君殿下。你不是想看吗？看吧。君临渊。
别激动，你是上次救我的小仙女，这搭救之恩我是要谢的。但是可惜你是君临渊的人，如果这脸蛋上多一道口子，某些人还是会心疼的吧。乖乖把仙灵果交出来。 开什么玩笑！要杀要剐，随便你们。居然翻脸不认人！早知道刚刚就应该硬抢仙灵果的。难道他不是你的同伴？同什么伴？只不过是路人而已，与我无关。枉费我还救了你。少主，这人怎么处置？若不得仙灵果，好歹得个人。小五，军老大，你怎么可以说出那样的话？难不成为了一个不知底细的人，把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仙灵果拱手让人？那小五落入一迷夜手中，你们就能心安啊？ 哟，醒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猜对了我就告诉你。谁有功夫猜？糟了！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！其实我跟君临渊他们并不是一伙的。那你？ 只是说来话长。没想到，绝情谷居然因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发作。怎么了，军老大？后悔把风小五交给玉明爷了？来不及喽！哎呀！谁用石头砸我？君临渊起，风小五在我手上，如果想要他活命，湖边相见。倘若不来，就让整个乾元大陆的人都知道，君临渊是薄情寡义之辈。玉明夜赏，殿下，你别管他了，带仙灵果回元都要紧啊。那怎么行啊？ 小五好歹也是跟我们取仙灵果的小伙伴，就这样把他丢下，于情于理都不妥吧？万一这是玉明夜耍的花招呢？救风小五是假，夺仙灵果是真。就是。风旭，
玄逸，你们还是去探一下吧。